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孙永模医生所著的《认知症的预防占90%》这本书。本书特别推荐给那些迫切希望预防认知症的人。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认知症是无法治愈的；第二，科学上能有效降低认知症风险的习惯。首先是第一部分，认知症是无法治愈的。即使在现代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没有能够彻底治愈认知症的手段。当人体的许多器官一旦丧失功能时，通常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无法恢复原状。而我们的大脑也不例外。一旦认知症导致大脑的功能衰退，便无法逆转。那么，大家对未来可能面对的认知症有多少认识呢？大多数人首先遇到的是自己父母的认知症问题，日常生活中的微小变化会逐渐暴露出端倪。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会日益严重。那个曾经威严的父亲，渐渐表现得像个孩子般任性，甚至展现出令人意外的幼稚行为。而曾经勤快能干的母亲，可能连烧开一壶水都变得困难。这种看着至亲的个性和能力一点点消失的过程，真的令人无比心痛。认知症不仅是对患者的折磨，同时也在耗尽着家属的心力。这就是认知症的残酷现实。听到这些，你也许会感到悲观，甚至担心自己未来也会陷入这样的境地。但是，请大家稍安勿躁。虽然认知症确实无法治愈，但我们可以采取措施来进行预防。虽然在认知症发作后，药物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其进展，但在认知症发生之前，有许多有效的预防手段可供我们选择。事实上，认知症的预防与应对完全不同，预防的比重高达90%，这一点绝不夸张。因此，我们应当认真学习科学的预防方法，延长大脑的健康寿命，享受更长久的幸福晚年生活，做到尽人事，听天命。这正是应对认知症的核心理念。接下来是第2部分，科学上能有效降低认知症风险的习惯。第一个习惯是重视听力的保护。听力下降被认为是衰老的自然结果，因此常常被我们所忽视。然而，放任听力衰退不管，会加速认知症的发生。我们的大脑通过五感接受外界的刺激，如果听觉输入减少的话，大脑的功能会进一步退化。如果长时间缺乏听觉的刺激，大脑退化便会加速。那么，听力是如何下降的呢？人类如果长时间暴露在超过85分贝的噪音环境中，耳朵内传递声音信息的毛细胞便会脱落或受损，从而导致听力下降。85分贝的声音相当于站在救护车附近听到的声音水平。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较少接触到这种大的噪音，但如今由于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耳机引起的听力损伤也日益增多。许多音频设备的最大音量在100到120分贝之间。如果长时间以80%左右的音量使用耳机，可能会增加听力受损的风险。为了保护我们的听力，建议将音频设备的音量控制在60%左右。此外，家人如果指出您看电视时声音过大，这可能是提醒您去耳鼻喉科检查听力的机会。断断续续的对话会让人感到孤独。当您真正面临听力的损失时，应该怎么办呢？作者担忧的是引入助听器的延迟问题。以日本为例，目前日本约有14%的听力障碍者在使用助听器。然而，有的人即使听力逐渐下降，却依然不佩戴助听器，这往往成为通往孤独的入口。由于听力不佳，逐渐对话会变得断断续续，频繁地需要对方重复，引发对方的烦躁情绪。当本人意识到这一点后，会越来越不愿意与他人沟通，最终可能导致宅在家中，不再与外界接触，与人沟通的机会减少，意味着接受外界刺激的消失。孤独是认知症的大敌，听力损失和社会孤独的双重打击会增加患上认知症的风险。所以，只要稍微感觉到听力不佳，首先应该去耳鼻喉科去进行检查。
判断是否需要佩戴助听器。第二个习惯是每天步行8000步。预防认知症的关键就是运动。在美国进行的一项针对约 1.5 万名女性的研究表明，每天步行的步数越接近8000步，寿命就越长，而超过8000步后，寿命的变化不大。因此，步行8000步以上对健康的贡献有限，把每天8000步作为目标是最合理的。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大约会走3000到4000步，如果再加上4000步，就能实现8000步的目标。您可以尝试步行去超市，改用楼梯代替电梯，或者提前一站下车步行回家。这些小小的改变就能带来显著效果。此外，步数固然重要，但速度也不容忽视。不要懒散的走路，而是稍微加快一些步伐，轻快的行走。那么，为什么步行会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心脏会变得僵硬，运转变慢，但通过运动可以增强将血液输送至全身的心室肌肉，帮助维持心脏的功能。常说的运动能提高心肺功能，正是基于这一原理。步行有助于保持心脏的活力和顺畅的血液循环。运动与认知症的关系更为间接。通过运动，可以预防高血压、脂质异常等生活习惯病，防止动脉硬化的进展，从而减少认知症的风险。第三个习惯是采用以地中海饮食为主的饮食习惯。认知症的风险可以通过饮食来降低。这里要介绍的是地中海饮食。地中海饮食是指以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饮食习惯为主的饮食方式。它主要有以下4大特点：一、丰富的水果和蔬菜；二、多吃鱼类，少吃乳制品和肉类；三、经常食用橄榄油、坚果、豆类及全谷物；四、适量饮用红酒。地中海饮食被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推荐为认知症预防的饮食方法之一。早期的研究发现，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居民，如希腊克里特岛的居民，患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生活习惯病的比例较低。这启发了相关的研究，发现地中海饮食有助于降低中风、认知症、抑郁症的发病风险，能延长健康寿命，甚至降低糖尿病的风险。科学研究表明，地中海饮食是一种对延年益寿有显著效果的饮食方法。那么，具体应该吃些什么呢？首先，主食选择未精制的全谷物，不论是米饭、面包还是面条，主食最好选择没有精制的，例如玄米、杂粮、荞麦、全谷物面包。这些全谷物富含食物纤维，有助于控制血糖的急剧上升，避免因血糖波动而损伤血管，能降低认知症的风险。其次，多吃鱼类而非肉类。尽管肉类富含蛋白质，但从健康的角度来看，鱼类的效果更为显著。据研究表示，每天鱼类摄入的量增加60克，死亡的风险可降低12%。鱼类中含有的 Omega 脂肪酸不仅对预防认知症有益，还能预防心脏病等多种健康问题。最后，有意识地摄取橄榄油和坚果。地中海饮食中特别提到，橄榄油和坚果在认知症预防中的显著效果。杏仁富含维生素 E 和食物纤维，核桃中富含 Omega 3脂肪酸，带皮食用花生则可以摄取多酚。我们可以考虑在日常饮食中融入地中海饮食的精髓，例如用橄榄油炒菜，将红酒代替啤酒，在白米饭中混合胚芽米或玄米来增加全谷物的摄入，以及选择坚果作为小吃。此外，味噌汤和腌菜等发酵食品也值得我们关注。大家可能听说过脑肠相互作用这个概念。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是仅次于大脑的神经细胞集中地，能够在没有大脑指令的情况下进行自主活动，同时也与大脑密切相关。例如，当我们紧张时可能会腹泻，肠胃不适时，情绪也容易受影响，甚至感到焦虑。这些都是脑肠间的相互作用所致。研究表明，这种脑肠相互作用与认知症密切相关。
有研究对80名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高龄者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比菲德氏菌摄取实验，结果显示他们的记忆力等认知功能有所改善。虽然目前的数据尚少，但摄取比菲德氏菌等发酵食品有可能通过调节肠道环境，帮助我们预防认知症。综上所述，认知症预防的手段与预防其他疾病息息相关，并且许多措施还会提高生活的幸福感。我们每天都应该珍惜时光，多做有益于认知症预防的选择，这将为我们与亲人共度更多美好时光提供保障。希望大家在晚年回顾人生时，能想起那些陪伴在身边的亲人，怀着感恩之心安然度过余生。预防认知症不仅是应对超高龄化社会的必备知识，更是确保自己与亲人幸福的关键。大家可以试着将本书中提到的一些认知症预防方法融入到生活中去，迎接一个后悔更少、更加光明的未来。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